舅公，你这看什么呀？你得告诉我一声嘛，让我碰了个大钉子。什么大钉子？扎着你们呀？二姐，现在以为我怂恿你把30银行的贷款退回去，他刚才说的话已经很难听了，是吗？为山救人，共亏一篑，怎么能不痛心呢？舅公，昨天晚上你就知道我要这么决定了，也没见你拦我呀。今天你装什么惊讶呀？我以为你没那么容易下决心，这么大件事情，何必要那么急做决定呢？我有妇人之仁。而且清楚得很，要成就大事啊！成就大事怎么可能有妇人之仁呢？接下来打算怎么做？我是折腾不起了，孟家的人得先活下来。孟家还有多少家底啊？原来有12个烟馆的大老板，他们都是跟你爹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有2个公开投降了日本人，你收拾了，剩下来的都在家里观望。现在各方的势力都在收缩，还有6、7个赌场的老板，他们手底下控制着孟家主要的武装力量，但是他们都是跟榔头干过。这几天，他们纷纷上门要求退休。今天晚上你帮我约他们，怕他们不敢来。那你就想想办法。我还是不相信，那小子真的能把30银行贷款交出去。日本人这一手是够狠呐！看来家里管事儿的还是孟家二姐。女人嘛，为了孩子，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这10元小鬼子可有两下了，可把孟家的7寸给捏住了。那你说说看，孟家老三往后会怎么做呢？贷款没有了，他靠喝西北风活着，自然还得要孟家那些老生意，大家伙儿都能松口气。这样一来，远洋航队保住了，鸦片也保住了。走着看吧，我们过去都太轻视他，恐怕没那么简单吧。安南有什么新的花样来啊？我倒不信了。那个榔头倒是不在身边呀，那小子倒是干烟馆的一把好手。别在我面前提这个榔头，死皮赖脸的缠上，真叫人头疼。他还想做陈家的女婿呢，啊，这也不照照镜子。我是拿他没办法了。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啊！我还没说话呢。穿的这身衣服还真挺好看的，是要当外国姑子啊？什么姑子？就是给外国人当尼姑。谁当尼姑了？我是来修道院帮忙的。那你信的这个上帝也能救人？当然，就专门救你这种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是吗？
我怎么就十恶不赦了？如果你真心的忏悔，多重多重的罪都是可以被原谅的。真的？真的啊。那我马上忏悔，变个好人给你看。走吧。一会儿你进去的时候，你可要说实话，当着上帝的面说假话，罪过大得很。我知道。你小声点儿。跪下，跪下。手扶圣经。Do you have any sins to confess? 你有什么罪过需要忏悔的吗？我有罪。I have guilty. Every man who comes to this world has sins. You must confess your sins to the Lord. Tell me, what sins do you want to confess?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都有罪，只要你真诚地向上帝忏悔，说吧，你都犯了哪些罪过？我12岁的时候就开始杀人了。I started killing people since I was 12. 跟我抢英管生意的朋友， those people who competed 杀过来赌场出老千的骗子。I killed cheaters come to the 我还杀过 casino. 抢我们家鸦片的穷哥们儿。 Some poor guys who robbed my 我都记不 opium. 清楚我杀了多少人了。Well, I could not remember how many people I killed. 对了， Oh yeah. 我还杀了我 Well, 的盟 I 兄弟李 just 先生。 killed one of my sworn brother, Mr. Lee, 这老小子最不是 at 东 an 西。 old beach. 我还杀过 I killed. Okay, my child, is there anything else? 说说，你还做了别的事情吗？我绑架过我的表妹龙娜。Well, I had kidnapped my cousin, Lona. It's enough, my child. Tell me, what about your future? 说说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吧。现在红帮有不少的人想干掉我，我得把他们都杀了。Now, there are quite a few gangsters in Home Group want to kill me, so I have to kill them. Get out of here! Scoundrel! You devil! Get out of here! 他什么意思？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他到底什么意思？再说一遍。走吧，他觉得他救不了你了。谁稀罕你救我呀？哎！那过2天我再来找你，
你还是别来了。为什么？就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你让我真诚忏悔的，我很真诚啊。我知道。原来你不知道我那么坏，是吗？可是我肯说实话呀，我又不像那些孟家的人，讲不三道的。我送你件衣服，真的。哎，要不我带你出去玩玩？也就这时候你爹没看着你。不去了，你还是快点走。你还怕我吃了你啊？你要是不答应我，我接着去忏悔，我真心忏悔。那王八蛋要是骂我，我就踢死。哎，好了，我怕你了，我怕你了。明天我在这儿等你。真的？嗯。一言为定啊。哎，喂，你等等，你那个腿是怎么回事啊？奇迹！这个位置留给谁的？留给马老板，他还没到。等吧，走。九公，孟先生，马老板，请坐。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在这个乱世之中，什么最重要？活着。大家的日子都过得不容易，既然一个人过日子很难，那就大伙儿一起过，相互帮衬，把日子过好。孟家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还牵连了大家，我很惭愧。从今天起，你们做你们的鸦片生意，跟孟家没有关系，孟家也不挡你们的财路。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孟先生不做鸦片，可他并没有看不起我，没有不管我们。大家要饮水思源，继续支持孟先生。有了孟先生这句话，我就好和下面的弟兄们说了。话是这么说，可咱们都得想想，吃了孟家这么多年的饭，一到有钱赚的时候，大家都来了；到了跟日本人显忠心的时候，大家都跟着去了。这么大年纪了，我真替你们丢人啊！不要这么说话。当初谁知道还做得下去做不下去啊？反正我老马没跟日本人走过。日子得往前过，老惦记着过去的事情，可不成。当然，过去发生的事情该算一算，该了一了。我们今天就好好的算一算，
聊聊过去的事儿，大家心里也有个数。马老板，你勾结日本人对付孟家，虽然当天出庭你没去，但这笔账我给你记着。不要紧张，旧账会一个一个算。将来的生意，将来人去做，你怕什么？算你们厉害，今天我姓马的算是栽了。没错，我手下是有30几个兄弟，他们要吃饭，我也得吃饭。可这位孟先生一来，就要把我手下那些兄弟全干掉，我心里不服。我也不喜欢日本人，可他们真给钱呐。看在兄弟们的份上，我就答应了。马老板，按照辈分，我得叫你一声叔。马叔，当初你跟老孟先生是怎么许的诺？爬龙倒灰，一刀两断。我还没说完呢。马叔，你是跟着老孟先生从山东一起出来的。当年青帮暗算老孟先生，你身中6刀，还断了1条腿，仍然把老孟先生背回家，这恩，孟家是不会忘的。这刀我替你受了。哎呀，孟先生，这刀应该是扎我的呀！听好了，以前什么规矩，将来还什么规矩。阿荣说，我上传的消息是您告诉马奎的。我自己来吧，孟先生。反正你也知道了。放下。你跟着老孟先生出生入死，为了孟家能在上海滩站住脚，您搭上自己2个儿子的命。孟家是不会忘记的，这刀我替你受。孟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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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糊涂了，我对不起孟先生啊！可不能再老糊涂了。阿荣说，小唐，你一定心里在疑问这样的场合怎么把你请来了。龙娜被绑架，他那天的时间地点是你告诉狼头的，嗯？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我可以给他一些钱，让他离开上海。这事儿我做的欠妥，我对不住。这刀我自罚。孟先生，孟先生，不能这样啊！我们坐不住啊！以后兄弟们有问题自己来，我这条命就是您的。阿哲，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好吗？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请大家继续对孟家忠诚。
诸位，我将今天要说的话说完了。你们还想继续追随孟家的话，我将求之不得。不想就自立门户，还马上走。以后在江湖上还有机会见面。有人要走吗？孟先生既然这样说了，我一辈子也不会走。火里火里来，水里水里去，永远跟着孟先生。永远跟着孟先生。白天累一天，晚上还哭，你可真有精神啊！我妈给我发的电报，说不让我回去了。那不挺好吗？什么挺好的？那是我家呀！你想回去，你当初跑出来干嘛呀？我也不知道。啊，别哭了。你听我说啊，来过上海的人啊，一辈子都不会想回去的。这个地方是有魔力的，每天见新人新事情，要不然你也不会来了。我和你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的，我没爹娘，你有爹娘回不去。我们俩都是浪荡一族，想要的得不到，吃了今天不想明天。我真不敢想象我老了会是什么样。我大概活不到老就死了。我说，我当时就不应该赌气跑出来。女人有时候就是需要一点厚脸皮的。你要记住我这话，天底下哪有我不舍的心啊？就那一刻，让我给抱着。他怎么还不来找我呀？怎么了？赶紧去帮我脱衣服。啊？快呀！不合适吧？这儿废话，这儿人挺多的。走吧。走。对呀，要不然被我老爸发现，肯定完蛋了。
小心，小心，小心！大哥好。好。好，坐下吧。坐。啊！真他娘的烫啊！他们知道你是洋人，专门给你准备了热咖啡。都推出来吧！喜欢哪件就拿走，随便。你这是在做生意吗？是啊，是在做生意啊。我都不知道你还开了一家服装店啊！是，我开了一家服装店。不说假话逗你了，你以为我怎么挣钱啊？每天打打杀杀，怎么养活小兄弟？这些呢，都是我的小弟兄在外滩码头偷来，我们再廉价卖给服装店。偷的？你就不怕巡捕来抓你们啊？偷的怎么了？码头上的巡捕也是收了我们钱的。再说每次偷的也不多呀，实在说不过去，就找几个小兄弟去顶罪呗，总不至于为难他们。上海是不是中国的地方？这一个租界，那一个租界，啊，他们偷我们的地方，我们偷他2件衣服又怎么了？大家都要生活嘛。这个偷东西你还挺有理的，你还真会狡辩啊！还真是，每次我遇到你吧，我口才都特别的好。喜欢这件吗？啊，不错。我才不要呢！怎么回事？手脚那么不干净，把他弄到这儿来了。对不起，老大哥，这是个押车的，这个小子在车上跟我们动起手来，我们就先把他打晕了。您别急，立马装箱子扔海里去。大哥，小妹我什么都不知道。喝咖啡，喝咖啡。你不会要杀了他吧？喝咖啡。哎呀呀！行了，行了，行了，把他给架过来吧。我听你的，不能动。大哥，什么名？贵姓？姓王。王。第一天当差吧？是。那就难怪了。你说你一个人动什么手啊？要不是碰到我，你今天就被种了荷花了。我教你一个乖啊，能够在码头上混这碗饭吃的，那都是打点到了的。六扇门的饭确实是不好吃。这些钱拿着做点小生意，别再干了。拿着。谢谢大哥。可能以后呢，我会找你帮个忙，到时候你可别推辞。明白。走吧。谢谢大哥。这就是上司没有打点到，故意难为他。这个社会就这么黑，你说我挣点钱容易吗？哎，这件裘皮还真不错，你试试。哎，好看。还有这个，
这不是我偷的，是我自己买的。喜欢吗？我想，我该回家了，时间也不早了。怎么了？嫌弃这是偷来的？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偷这些衣服挣钱也是要上保护费的。你爹也有一份儿，他每次回家给你带的衣服，有多少是我偷的，你知道吗？嗯？你不许这么胡说我爹，他不可能这么做。好，好，好，算我胡说。这衣服你拿走吧。要。哎，你别生气啊！哎，好，算我胡说，行不行？哎，送你回去，我送你回去。叫你们老板来。哎，好嘞。阿龙叔，你这弄得不错嘛！啊，阿龙叔有何吩咐？吩咐不敢当。哎呀，这个烟馆原来是人家孟府的产业，让你们抢走了。大家江湖上行走，有钱一块赚，这没错。可是得有个先来后到，不是？你们钱赚够了，该还回来了。即便是孟府不想要这个烟馆，我还想要呢。这，别看，就我一个人儿。坐，咱哥俩今天先谈谈，先礼后兵嘛。阿荣说，话可不能这么说。皇上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这姓孟的也已经封皇很久了。再说了，这烟馆读下来的时候根本就没人管，现在说是他的，也总该过门一下，才可以拿回去吧。这样吧，我回去问我们家老大是什么意思。我不能因为您吓唬一下，就把这烟馆还了，您说是不是？说的没错。那就算了。我抽口烟。那当然，我伺候您。阿龙叔，快拿烟，过来拿好的。好钩子。哎呀，阿龙叔，来，喝茶。哎呀，君哥，伺候你啊，好久不见了啊。来，好。今天让我好好伺候你啊。还想跟着孟府干的，自己留下来；不想干的，在桌上拿把钳子，滚蛋！
喂。啊？哈哈哈哈哈！是吗？好，我马上到。闺女啊，我去打一会儿牌，顺便到圣玛丽路上转一转。哎，你想买什么衣服吗？买衣服。怎么，你不想要？如果有好的裘皮大衣，我想要一件。好，爹答应你，啊，好好谈啊。嘿嘿嘿，还摇啊摇的，你可真清醒。那不摇怎么办？天塌下来，有高个的顶着呢。你舅舅一天把6家烟馆和10几家赌场都拿回去了，大伙儿觉得他可是太霸道了。他又要装婊子，又要立牌坊，声称自己不要，把利都让出去，谁信呢？我信，反正没抢我的。再说了，这些产业本来就是孟家的。我外公病重的时候，东一口西一口的给咽下去了。怎么样？现在都吐出来了吧？嗨，你不觉得现在是个机会？大家伙现在可都恨你舅舅，你正好趁机出头了。找谁？啊，我找秦英。好，等一下。哎。你进去吧。还记得上次相公？相公，别了。怎么说？来折饼儿，我做一个。北风。闺女啊，哎呀，我闺女这命就是好。我今天在店里啊碰着一件裘皮，好得很呐，足1万多。也就是你爹我能这么惯着你，想了想，还是给你买了。你怎么了？不舒服？哎，不是你让我买裘皮的吗？啊，是。那你
打开给我看看。哎。哈哈哈，看看，漂亮吧？来，晚上。好看，好。啊，哎呀，还有块表，你看我就给忘了。这是回来路上给你买的，来，戴上，看啊，怎么样？满意吗？满意，喜欢。我现在就穿给你看。喜欢，你给爹笑一个呀！嘿，这就对了。接着吧，啊！你进去吧。还记得上一次相公？怎么说？来折饼儿，我做一个。这个，哎呀，北方。3万。等会儿3万，服了。那挺好。哎，今儿是真邪了，一路顺风啊！一会儿啊，咱们吃宵夜，然后咱们百乐门跳舞去。老胡啊，哎，你外边等会儿我打上你车，我找你。走，10。要多少？是不是孩子病了？老朱，你干嘛呢？哎，来了！我问你话呢。没有。你这人怎么那么别扭？切！那多少你也拿着，省得我明天又输回去。抽空看看孩子吧。哎，最近你搭上那个百乐门的小家伙，怎么样了？已经走了。哼，我不在乎，你也一样。别说的好听，啊！老朱来了。呸！晦气，真晦气！老胡啊，你帮我把尸体处理一下。这房子我刚刚盘下来，打算还能小赚一笔。嗨，怎么报啊？就报自杀呗。他们家买了我的白鸽票，运气不好，没办法，人的命天注定嘛。啊，一家人啊。这话说起来真没意思。
都是这女的财迷心窍，丈夫在法国洋行干得好好的，这女的把家里所有的钱、房子抵了赌马。你说说，我还以为这房子能……这么着，老虎，你找个法国人把这个租了算了，房租我给你一半。等一下，这伤不是自杀呀？女的是自杀，这男的是不交房契，兄弟们下手重了点儿。法国人有王法呀？屁！罗老虎，你拿了我多少钱了？啊！天大的官司，地大的银子，你们的公使不要钱吗？行，其他的我搞定，你就只管往上汇报，就说交不起赌债自杀的。拿着，冲冲晦气。怎么着，嫌少啊？给秦先生办这点小事儿，不收钱了。明天到英租界11点那个档，赌9号，我给你个机会。放心吧，没骗你，其他的马师我都给过钱了。走。你们俩都在。过得好吗？不好，离死差口气儿呢。你们两个先聊吧，我去不用下面买点东西。缺钱吗？先生，我们这儿可没烟卖给你啊。明天到英租界跑马场，11点那档，买9号码全押上。输了就算了，赢了给自己买点礼物吧。姓罗的，你给我站住！我能吃了你，你跑什么跑啊？你叫谁？叫你呢。我是你什么人？这么叫我？我们不要你的钱。像个老鼠一样躲了那么久，莫名其妙跑出来让人去赌马，你自己没手啊？我是你什么人？把钱拿走。好好说话就不行啊，不是哭就是闹。你滚蛋！
说好话也不行，说坏话还不行。我这送礼物还送出事儿来了。我不要礼物，我要你。我都能当你爹了，我有什么好？你非跟着我，你又不了解我。我怎么不了解你了？我都知道，我知道你住哪儿，孩子多大了，你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你有几顶帽子。还知道什么？你知道我有个前妻吗？知道。后来去做交际花了。这个我不知道。我孩子病了，我得厚着脸皮去用他的钱。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停地给人家干脏活？就今天晚上，我刚刚去收尸一家3口，那孩子才6岁，就让人给打死了。你知道我每天晚上怎么睡觉的吗？我睡不着。这些你都不知道。你说你跟着我干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能活到哪天。你说你了解我什么？我是个坏人。你吓唬我是吧？你这个坏人会变好的，只要你跟我在一起。太天真了，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坏人只会越变越坏。记得买彩票啊！赢了钱，给自己买件大衣，别乱花。你回来了，怎么样啊？他说什么了？你呀，就不应该说那么难听的话。我忍不住啊，我就是忍不住。要不你教教我？要不你明天听他的吧，去赌马。然后呢？然后就去还他钱啊。明天我得去买几本张恨水的小说回来学学。怎么什么话到了我嘴里，我自己都听着别扭呢？哎，你又写家书呢？别整天文绉绉的，干脆替我写情书得了。你省省吧，你让我帮你写情书，那不吓死你？行了，你别写了，关灯了，电费很贵的。父母待人抬贱，不孝女张碧兰叩首。我做的事儿，死100回也不能赎清，希望爹爹饶恕我。娘，你不要太伤心。没有来上海之前，我觉得宁波很大，河道很宽，见过大海，才知道外面的事情。往日在家，受你们宠爱，不知道生之艰辛。出门一日，已经觉得有1000种感触。女儿没有依附于谁，也无可依附，请父亲大人不要再去孟家。天地相隔，上下悬殊，女儿只自求多福便是。
女儿唯一歉疚的是李君木华，不要再给他吃戒烟丸了。他爹的主意真是害死人。若是他来家中找我，或者李伯伯跟爹娘抱怨，请爹娘也劝劝他。这中间的来去是非，我也说不清楚。娘说，出嫁的时候她会抱着我的脚哭，叮嘱我别再回来了。今天收到的电报里也这样讲，难道是我嫁给上海了吗？昨天晚上又去招惹哪个女孩子了呀？我现在都不用招惹，都是别人来贴我。我都不知道这衣服哪儿来的。我听到你好多事情啊。现在满街小报都是我的消息。你说的是哪个呀？你四处树敌。我是为了维持家业啊。然后呢？开心啊，大家都开心。孟家所有的朋友都希望我这样。你自己说的，在美国，他们叫你这个样子叫猪仔。都是猪也不显得这样了。今天不想明天的事儿。找我的，我朋友。来了。哎，是我。今天晚上你干嘛？扣上！你给我扣上！你给我扣上！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用害怕，做猪有时候真的很舒服。我不许你做猪！有时候真的有点烦呢。
人掖进去。我朋友约我。九公，天南海北都到上海捞食的小帮派，现在都恨上孟家了，这生意可不能做了。陈先生，你看我说的算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提醒你好多次，不要老三老三的叫。现在二姐都不敢这样称呼他了。老陈呐，你有多大面子？怎么，我不能称呼他老三？哼，九公啊，你给我指个道。我给你指道。你趁着孟先生身体不行，抢他烟馆。现在你吃不下去的东西要吐出来了，你还很抱怨。我们孟家不收你利息就行了。九公啊，你可真是孟家的忠臣呐！忠臣奸臣谈不上，你让我去劝他，找错人了。孟先生吩咐过了，以后我要做的就是执行他的每道命令。九公啊，我看这2天你就可以回邹县。等那小子被整得哭爹喊娘的时候，他就会想起找你搬救兵。这次不是他，二姐大概对我有意见，觉得我在救龙娜这个事情上太妇人之仁了。陈先生，我奉劝你一句：现在的孟先生已非无下阿蒙，你还是少惹他的好。好，好，好。哎呀，那孟家的麻烦可就大了呀。这些安徽的、山东的得不到孟家的好处，就会一块儿找来。我看他怎么招架呀？虹口区那2家烟馆要回来了，会重新开业。那石原说呀，要亲自去道贺。法租界被抢的赌馆，山东安徽帮干的，他们斗不过孟家，扬言要杀你。把他们找出来。当然。谁说的这个消息？陈先生。当初侵占孟家的地盘，也有他一份。什么意思？不是吗？他们肯抢，肯定有大佬在后面撑腰，不难应付的。山东安徽的灾民而已。告诉他们，要么回老家，要么死在上海。
没闲心一天想这事儿。军械的事呢？外面呢，有些说法，孟先生，你得多担当点儿啊！啊？我现在不怕被人骂了。对了，派人去宁波看一下那个张小姐嫁人了没有。不是已经结婚了吗？让你去你就去。啊。巡捕房呢？开门！你看，你看，你看，这拿枪顶着我，还怎么说话呀？大家出来混口饭吃不容易，六扇门的鹰爪子跑来干什么？你们到法租界也这么长时间了，这个巡捕房啊，早就盯上你们了。兄弟，我也是中国人啊，我也不想看着洋鬼子把你们都给抓了，所以跑过来啊，给你们报个信儿。那可多谢了，大家明天换个地方住。哪儿也不行。怎么，欺负人吗？你们要么离开上海，要么死在上海，自己看着办。哈哈哈！我是吓大的是吗？看看屋里这些人，山东发大水，房子垮了，老娘死了，媳妇儿卖了，连孩子和家里的农具都卖了。这些人除了这条烂命还有什么？别拿死来吓唬人，没意思。你们到上海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抢了孟家的烟馆、赌场，也有段日子了吧？现在孟先生的手下呀，想把这些都收回去。你们呢，把赚来的钱都分一分，各自回家去，这样多好啊！呸！哪里要钱？你也要钱，我也要钱。兄弟们出来就为了饭吃，有那么难吗？这么说，是有人指使你们抢喽？把愣着！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有话要说，有话要说。这样吧，我还有第3条路可以让你走，也不用死在这儿，也不用离开这儿，想听吗？说来听听。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觉得第2条路比较好。你们把钱分了，都赶紧离开这儿，这好过在这当野狗啊！来不及了，你走吧。哎，到底谁指使你们？咱们可以谈一谈，咱们谈。哎，孟家已经把这条街都包围了，你们真不想活了？滚！地盘，你们要么回老家，要么死在上海滩，别执迷不悟。有钱大家赚，他姓孟的算老几？有本事你们过来！来晚了吧？晚个屁！
来早了。你没听见还在喊话吗？只要还在喊话，就说明还没开打。你们有枪，老子也有枪。我们山东帮不是吃素的，大不了大家一起死。妈的，给我打！哎，老鼠胆！着什么急啊？再等会儿。白哥，差不多了吧？着什么急？上去吧。拿枪的人，你们听着！根据大上海相关的法律法规，你们已经危害了公共安全，把枪放下，立刻投降！放下武器，立刻投！老子给你个手榴弹吃一吃，炸死你！
我今天出门是不是没跟关二爷烧香啊？看我这狗脑袋！下次提醒我，出门一定给关二爷烧香。关二爷要是不高兴，今天我脑袋就开瓢了。下次记得提醒我啊！天天跟鬼打交道，能不烧香吗？我，哎，你猜一下，最近在法租界搬家为什么那么多？很多有钱人都不愿意在法租界住了。不愿住正好。住什么？哦，我的意思是要认真的把它查清楚，好好查一下。好，你查吧。好，这下可把北方佬赶出去了，痛快！是，道上。要说上海滩呐，现在只有一个人不服孟先生。那是孟家以前的奴才。嗨，来，喝酒。我跟他说，你瞧着吧，孟先生一觉醒来的时候，非把你扒了皮，把你生吃了。对，扒了皮。孟先生只要是咳嗽一声，上海滩要抖3抖，那些北方佬算什么？是啊。哎，我也是北方佬啊。来，喝酒。你们都说错了，喝酒应该罚酒，每人3杯。还是桃花老六聪明。孟先生，让我们自罚3杯，喝。来，倒上3杯，倒上。好，哎，先干为敬。现在上海的人都说你是个英雄呢。怎么了？不舒服啊？酒喝多了能舒服吗？你阿爷吃开烟。你说什么？你不是不舒服吗？我说你要不要吃口大烟？不吃就不吃嘛，吓死人啊！以后别再跟我提大烟这2个字儿。向右看齐，向前看。王金龙到，出列。是。绑了！哎，谢团长，谢团长，为什么帮我？谢团长，你为什么帮我？谢团长，王金龙通敌叛国，
证据确凿。身为国家的军人，不要再做出这些让身边的战友感到耻辱的事情，听到没有？是。整顿军容，到教室等待上课。是。全体听我口令。谢团长。向左站。王金龙是这些学生里最有潜质的。他是日侨。日侨就一定是间谍吗？有证据吗？后来我们破获了一个电台，那里的人招出来的。他把第9集团军的武器配置和换防时间全部汇报了，还不够吗？谢团长，我就是遇见了一个老乡，我就是想买块手表，我这还没拿到钱呢。拖走。谢团长，孟先生，你帮我说说话呀，孟先生，孟先生，帮我说说话呀。等等。拖出去！秋公哈，得闲。二姐，见到你不闲也得闲呐。来，坐坐坐坐，有茶。好。哎呀，昨天呐，有一盆兰花开了10几朵，好看极了。太晚了，没叫你看。今天败了，不叫你看了。是吗？有事儿？我正要问你呢，这老三。哎。孟先生，我就叫他老三，就是那个糊涂老三。他现在每天啊都在干些什么啊？也没见你陪他。这几天呢，他跟陈先生、秦先生喝酒，联络感情。我没有什么好陪的。你也学会给我画符了？不敢，孟先生公事，不想人家知道，所以我不能说。有一件私事，我倒想请示一下。什么事啊？前一阵孟先生叫我去查一查宁波那个张小姐，是不是已经出嫁了。我派人到宁波去查，原来那个张小姐逃婚到上海来了。她很出名啊，一问就知道了。哦，是吗？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不说呢，犯了隐瞒的罪；说了呢，我们那么辛苦跟陈先生建立起来的关系，一下子就破碎了。还是得告诉他，不是冤家不聚头吗？我呀，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现在老三啊，也派不到我们什么用场了。所以我觉得呢，我想带孩子出去转转，去日本，去美国。二姐，那要去多久？2年、3年，或许更长一些。你说呢？
明白了。我先走一步了。不行，肯定不行。孟先生，我现在的身体，我觉得你身体很硬朗啊，没问题。是我给你权力不够大吗？够大了。那为什么要走？你得把这事说清楚。来，你坐下，舅公。你可不能不明不白的就走了。孟先生，今天呢，二姐跟我说呀，她看你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她想带女儿到国外去玩几年。我看她最不放心的就是我，那在孟家找一个可以威胁你的，就是我。要是现在你高高兴兴的让我走，他会很放心的。我们可以结个善缘，这主意，太好没有了。这是二姐说的。嗯。九公，哎，我告诉你，这家没有人威胁，这家最能帮我的是您，九公。你千万别这么想。你趁何苦的你？这碗饭在刀口上，不吃也罢了。我继续在这里混下去，知进不知退，让后辈笑话的。您跟我耍滑头，九公，咱们俩不必客套。我哪儿做的不对，你直接告诉我。二姐又不是圣人，她也有说错话的时候。这是使不得。怎么使不得？当时你到山东找我回来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说过的，主客方便，来去自由。我要走，你不能留，记得吗？我说过吗？哎，我没说过。我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一定是你记错了，我不可能说这样的话。没去长三书院啊？去了。以后啊，这种地方你少去去。有时间陪苏佩逛逛街，去教堂做做礼拜。上海滩的人啊，都在说你闲话了。快结婚的人了，去那种地方不好。上海滩的人都认为我孟先生身在福中不知福。是啊，大名鼎鼎的孟先生，有何贵干呢？你为什么劝九公回老家呀？不行吗？你不觉得这事得跟我商量一下吗？九公必须得走，他会把你拖到泥坑里，没多久，你就会开始吸大烟，你就会把军械卖给日本人，杀你头都不想做的事情你都会去做，吸大烟、酗酒，就跟本地长大的流氓一模一样。不用你来教训我。我怎么教训得了你啊？九公不能走。
老三，九姑没告诉你吗？张小姐回来了。张美兰，你去开门，告诉他房租明天肯定交。交个屁啊交！你都买白鸽票了，而且一张没中。等我时来运转，我把这房子买下来，我烧了它。吹吧你就！赶紧开门去。敲去敲。来了多久了？很久了，不记得了。将来有什么打算吗？没想过，将来的事儿，将来再说吧。怎么能没打算呢？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呀。将来离我太遥远了。哎，你知道吗？我们住的地方经常停电，我俩都怕黑，就点了根洋蜡聊天。有时候呢，我就给家里写信。我在想，如果我要是那根蜡烛的话，我就把两头都点亮了，因为我需要更多的温暖，哪怕很年轻的时候死掉了也没有关系。哪怕一时的温暖，是吗？我等你的时候你不来，现在你来了有什么用？我的心已经死了。我没有想过我去找你，我更没有想过你来找我。那你留那衣服什么意思？你干嘛从宁波跑到上海来？我告诉你，上海滩每天都死人，说不定明天后天有一天，有人朝我开一枪，我就没了，就这么恐怖。赶紧回宁波，把自己嫁了，别再想这事儿了，我跟你没关系了。我告诉你，我来了就没打算回去，以后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开车！听我的，赶紧回宁波，找一个好的大夫，医治好李梦华。我跟你是没有结果的，我已经跟陈小姐订婚了，你也订婚了，这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是不能反悔的。要是让别人知道我跟你的关系，你的生命，你家人的生命，都会有危险。停止！你想干嘛？自从我离开家，我就没想过要回去。就算你忘了我，我也没想过会回去。我在这儿，我只要每天知道你的消息，知道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这就足够了。
我的生活是我自己的事儿，你没有资格教我怎么做。跳是吧？下来！要是不下来，我还扔。下来！做贼啊你！扔来扔去的。我新买了一公馆，现在不住在码头仓库了，我带你去看看。我不去。我前2天到教堂去找你，那个守门的不让我进去，还有那个假洋鬼子叫我又忏悔还骂我，弄得我很生气。不去就是不去。哎，我那个公馆在英租界，本来是英国。哦，楼上请，楼上请。干嘛呀？我爹来了。我那房子在英租界，
本来是英国佬的，有很多百代的唱片，我送给你好不好？你到底去不去啊？我说你到底去不去？行了行了行了，你先到外面等我。我在外面等你啊。现在孟家的势力已经不在当年老孟先生的实力之下，要想对付他们，还真的很费点心思。我今天来谈的不是私人恩仇，我代表帝国政府来和你商量这件事，把孟家搞倒，酬劳是非常优厚的。哼。说吧。怎么了？这让陈先生很害怕吗？你的生意没有帝国政府的支持，早就一败涂地了。你要我记得报恩。该报的恩，我都报完了。是你们自己斗不过小孟先生的，别说是日本陆军部，就是天皇本人来了，我也没什么错。至于说到怕，嘿，我是个商人，战争打起来我一走了之，有什么可怕的？金先生，这是个玩笑话。如果帝国的海军拿下上海，我把海关交给你，好不好？好，好是好啊。那你们就得跟各国开战了。法租界怎么办？英租界又怎么办？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我们现在可以不激动的，不用多久就把他们轰出上海。海关的钱我很想赚，可我也得有命花呀。不用等很久。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今年就会动手。依照军部的命令，北至卢沟桥，南至上海，同时动手，在中原会师，一南一北给国民政府的开个膛。3个月之内，战争就会结束。你应该知道这个说法不夸张。你要我干什么？做你一直想做的事，把孟家毁掉。他的军工厂虽然上去了生产能力，但是目前他的生产能力至少可以做步兵的连发枪和1000公斤以内的炮弹。兵工厂就是在这里，会害死很多优秀的帝国军人。孟家是帝国的仇人，非干掉不可。可现在的孟文禄不是当年。你让榔头绑架了龙娜以后，他把三菱银行的贷款辞了。我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让上海的银行不贷给他钱。无权无势，日本人有什么可担心的？我根本不能信任你的看法。你答应我要把女儿嫁给他，摸透孟文禄的真实想法，为日本帝国效劳，为什么迟迟不举办婚礼？是我们商量过，我把女儿嫁过去，控制住孟文禄。可现在你们又要干掉他，孟文禄对我女儿似乎也不那么在意，我是有点担心呐。担心什么？你女儿的幸福，真是个伟大的父亲。当时我们商量好了，你提出来用你女儿做饵，
随时随地可以把孟文正的命捏在手上，现在又说起女儿的幸福，真是笑话。忘了大力元帝国为你所做的事情了，没人可以欠我们的债不还。是。我催他们举办婚礼，我们的约定依然有效。谁呀？怎么了？你又怎么了？走啊！不是说带我走吗？走。出去，都出去，出去！怎么样？有钱吗？我是问你身上有钱吗？有，不够营俩有。我是你什么人？舅妈。哦，不是，你说不是就不是。想不想当坏人？我不知道，看你的。取了钱带我走。真的。真的。去哪儿？哪儿都行，去香港，我在那儿女校念过书，或者去日本，随便去哪里，只要能够离开上海，好吗？没那么简单吧？你什么意思啊？我走不了，我跟你不一样。我就是要天天练琴，就是要穿几件衣服，就是要天天拖着一条走不动的长裙子。就是别人侮辱了你，要沉默；别人刺伤了你，我要微笑。别人再讨厌不能发出声音，发出来怎么样？像话没有？我的女儿归你了，你知道吗？你说说看，你是什么人啊？你跑到我这来干什么？我就是喜欢你。喜欢我？你真是敢说出来。我说过，我要是不死，我就娶你为妻。那你为什么不带我走？我别哆嗦，慢慢说。我在这儿还有事业。比如呢？杀人？不是。那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没办法，我离不开这儿。我觉得我现在活得才像一个人。我没办法。那你到底带不带我走啊？啊？带不带我走？我要是走了，我就得把得到的东西拱手让出去。我不甘心。那我呢？你总不能让我买一张船票自己一个人走吧？你不是无法无天的吗？你不是很有能耐的吗？啊！
你也不能走。你爹会来找我要人呢，我惹不起他。滚！你算个什么东西？是，我能算个什么东西？闺女，我们回家吧。以后到处瞎跑可不行了。好了，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啊，走吧。走开！我回去给你当鱼饵是吗？我跟孟家大姐有什么区别啊？啊，你说有什么区别？做人重要的是要有用，连鱼饵都做不了，还能干什么？好了，我们回去再谈吧。走吧，回家了。回家。你别傻了，我不会把你的终生幸福卖出去的。我没有儿子，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用你去夺孟家的家产，夺下来给谁呀？给你。你生了孟家的孩子，难道我还在赚180个主意再给还回去？这不是开玩笑吗？别解释了，我都听到了。这不是解释。你知道我是和日本人做生意，我的生意命脉握在日本人的手里，日本人让我对付孟家，我怎么办？这个孟文禄又臭又硬，我宁可他死在我的手上，算是给你买份平安。我不会把你嫁过去给他陪葬的。我知道日本人的手段，你不知道。真棒，说的真好听，我太谢谢你了，我的好父亲。你替我把孟文禄教乖了，又把他宰了，又把自己的生意做稳当了，真是一桩好买卖，好生意。那你要我怎么办？啊？你说你让我怎么办？怎么办？榔头没有办法，你也没有办法吗？好了，你送我去香港吧，或者你让我进教堂当修女。我管不了你们的事情，我躲开还不行？你哪儿都不能走。凭什么呀？停车！
说的是真的？想走是吧？我不想浪费时间每天盯着你。你走吧，你逃到榔头那儿，榔头不敢收你；逃到孟家去，孟家会把你送回来。你逃到香港，吃什么喝什么，谁给你买船票？谁给你安排旅馆？谁给你去叫车？做乞丐吗？问问那些乞丐同意不？要饭还得有自己的地盘，要不去学那些女人去站街，她们也是爹生父母养的，没有哪个小孩生下来就是当妓女的料。你没什么选择，每个人都没有，所以榔头没办法，我也没办法。我把这个道理讲给你听，还想走你就走，我不拦你。开车。有意思吗？嗯。咱们下面去哪儿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我们给你钱，不是让你去诉诸县官的。陈先生能替你做什么？我也能做呀。为什么这么说？我要娶他的女儿。如果你们更需要我的话，我会卖命的。你有那么大把握吗？陈先生能做的事情很多。他的确是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不会把命给你。你可以，你不怕死吗？我现在活着，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那是因为他们害怕日本人，他们也害怕我。这是我为了你专门从香港把李嬷嬷请过来的，教你结婚典礼上言谈举止。以后有什么想不开，你就跟李嬷嬷聊。另外啊，你要实在想跑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我好给李嬷嬷买返程票啊！啊，来。哎，啊，是我。什么？好，你等我，马上到。
我一会儿下车，就在这路口进去。你答应我一件事儿，目送我进去以后，你开车就走。从今以后，我们过自己的生活。我今天像做了个美梦一样，跟你回去，我梦就醒了。没有人会接受我，就算我很想、很喜欢和你在一起，我做不到。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祝你幸福。刘老大又赢了。杨头，怎么回事？刘老大，咱前头里还见王八蛋！狼头，你这是干什么？你真想让上海滩的人全来杀你？现在不是这样。我在法租界被关着的时候，他们不是都拿着枪在外面等我吗？你让我怎么办？这件事你得等我跟你周旋，总有一个讲理的地方吧？动不动就杀人，有理也变得没理了。我记得你让我干点李先生的时候，你也要说理啊。怎么着？你手上就没沾过血？你拿走了多少？我少给过你吗？为什么我被人杀的时候，你都溜了呢？没有我，你活不到今天。好，你想玩是吗？惹出祸来自己去找石原解释，别来找我。我看你就是烂泥扶不上墙。好，你们都听见了啊！眼前这位陈先生，日本人的狗，你们让我在前面，你们躲在背后当好人啊！一会儿等尤老大醒过来，我就不明白日本人看上哪一点放你出来胡作非为。你这么不守规矩，将来谁保你啊？
石原告诉我，红帮不亲近日本人，叫我震慑一下。红帮在这几百年，连满清都没剿平，你算老几呀？我答应保你，可你总得给我时间呢。你当大狗，我当小狗，你有什么委屈呢？这间赌场怎么办？归我。我再提醒你一下，尤老大马上就要醒了。榔头，哼，走着瞧。今天能抢尤老大的地盘，难免就抢到我们闸北来了。抓住这小子，点天灯！他们有什么好可怕的？现在孟府的事业没了，当个汉奸过日子。咱们要不替尤老大报仇，这不是人养的。对，就应该是这样。捕杀榔头的命令，老早就发出去了，为什么到现在他还在上海滩耀武扬威啊？还不就是因为日本人是他的主子，他是日本人的狗，狗咬了我们，我们怕的是主子。这样下去，以后你们也都不要加入红帮了，干脆去做日本人的奴才。我倒是要请教陈先生了，你们打掉一个尤老大也就算了，跟尤老大那些兄弟们也不过是街头召集来的难民，为什么连他们也不放过？这也太没有江湖义气了吧！您这么一问，我还真说不上来了。你跟日本人做生意，日本人又叫你把尤老大的事情解释给我们听。好，那我们就再听一回。日本人听说红帮的各位大佬们有往外走的打算，有些人还参加了反日运动，秘密的给华北军队提供钱财和枪支，有没有这回事啊？华北是我们中国的华北，国民政府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有的兄弟愿意跟政府打交道、做生意，我们不能拦着。这秘密之说，从何说起啊？这事儿您应该请教石原先生，我只是带个口信儿。如果红帮不能停止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勾结，一心一意地对抗日本，那么日本人将不会保护各位在公共租界里的产业。和自己的政府打交道，这怎么是勾结呢？我们红帮的祖师爷创教之初就是反对异族。时过了400年，倒让我们这些子弟当奴才吗？我把口信带到了，也就该走了。啊，你们自己讨论。如果需要兄弟我带口信的，随时恭候。不管怎么说，先把榔头干掉。一个小混混竟成龙了。现在兄弟越养越多，这钱呀，真不够用。你听说了没有？法租界要找咱们麻烦呀！没听说。这日本人到底帮咱们还是不帮？我真看不明白啊！依我看啊，咱们还得找条出路吧。以前我爹是个私塾先生，经常背这个《论语》。
说什么少年要戒气，老年要戒德。那时候我还纳闷儿，人老了，要死求了，还贪什么财啊？我活这么大岁数了，才明白一个道理：钱，只有钱才能靠得住，其他的什么都没用。别废话了，你天天绑人，哪找不出钱来呢？我的那份你要是不拿出来，以后别找我帮你啊。那个是一定要拿出来的。就冲咱们哥俩的交情，我也不能亏待你啊！就别丢兄弟交情的人了，赶紧拿吧。他们现在查我绑票的事儿，你知道吗？不知道。这法租界这罗老虎天天像狗一样围着我转，是不是要妨碍我做生意啊？这个人死心眼的很，收黑钱的，也不用担心。收黑钱我不怕，我总觉着他是不是要拿我呀？我总觉着是不是日本人挑动他要夺我的权？你有什么权可夺的？要不是我处处护着你，你早打成大漏斗，趴在大街上了。我的女儿啊，我女儿啊！上面说了，查。怎么查？一点江湖规矩都不讲。上个礼拜，我在闸北区办了那个案子，把一个百货公司老板儿子给绑了，赎金1分钱都不少，送过去了，结果领回来个残废，孩子2只脚被砍了，那孩子才5岁呀。公事。你多说一句会死啊！秦先生，这2个人是你绑的吧？是啊，怎么了？钱人家已经给了，这人该放就放了吧。我们上面催了好几次让我查，刚好今天逮着您有空，要不这，您帮我摇个电话，我开车去接人。你倒挺替主家操心的，是不是啊？你的钱拿少了啊？不是，这也是我的饭碗，您多关照。让我想想吧。老虎啊，不行，让他们多打点赎金放人。现在通货膨胀的厉害。秦燕，这不合规矩啊！这什么规矩？是我的规矩，是你的规矩？绑票嘛，他自然是见了钱放人，这规矩行规。放屁！老子现在不归红门管，归日本人管。日本人没规矩。罗团长，哎，有事吗？孟爷，来坐。哎，
孟先生，这个秦先生自从离开了红帮之后呢，就一直靠绑肉票过日子，绑了不少富商的孩子。过去呢，一般遇到这种事情，如果人家不是死活闹着要报官的话，通常都会托我们，拿着赎金去换人，这两边都不见面，我也从中拿点好处费，这老规矩。那你找我是？啊，您看，您能不能出面跟秦先生谈一次，让他就绑架孩子这件事上，别做得太过分。他都认日本人为干爹了，还在乎什么江湖规矩？孟先生，这事您要是管不了，那我这个巡捕也不想干。您看您能不能安排我到您的兵工厂里去做个小工人，我活着也轻松一些。没有什么军工厂，更没有什么小工。真的吗？我实在折腾不起了。这件事情我很抱歉，我就不送了。啊，先这样。哎。二奶奶有客人到访，给孟先生送去。孟先生让我赶紧给您送来，很紧急。告诉其他人开中门。是。舅公啊，这什么时候到的呀？怎么没个信儿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我已经让他们开了中门。小红啊，你的身体怎么样啊？风前烛喽，我正寻思着跟您做个伴儿呢。那好啊，到那时候，我一定把府上的老酒取出，咱们大醉一天。一天哪够啊？至少啊，要大醉3天呢。快把我的拜垫拿来，我想给爷磕个头。不了，我穿着西装来，就是怕你们讲这些规矩啊。要是爹还活着，能看见你来多好啊！我还是和小孟先到祠堂去看一下。做客总要讲点做客的规矩吧。好，我陪爷去。我这次本来是没有机会拜访，这不，南京刚刚开完会，我就顺道过来看看。爷去南京开什么会啊？中央政府认为目前的国事很危险呢，想请我和衍圣公离开山东啊。为什么呢？日本人那个关东军逐渐在热河集结，华北平原指日可下。日本人的海军最近在吴淞口增加了好几倍，一旦战事爆发，会很危险。战事是迟早要爆发的。日本人的进军路线存锚已多年了，他们是想用忽必烈打南宋的方法，一支军队从北平攻进，另外一支军队从上海打起，徐州会师，最后南京沦陷，给我们开肠破肚。政府的举措是什么呀？
那政府是一定要抵抗的。可是，目前的情况看来，取胜的可能性没有。从道光年到今天，这个大劫难那总算是来了。我到了南京啊，竟然有日本人登门对我进行威胁利诱，让我和衍圣公不能走。他们是想攻陷山东。北平沦陷，华北平原无险可守，向南可攻徐州，向西可攻太原。过了黄河就是山东全境了。国民政府得到了一条消息，日本人的战略包括攻陷山东，挟持孔孟两家，作为他们为政权的王法代表。孔孟两家对中国人来说，就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没有山东，就像西方不能丢掉耶路撒冷。孟府你是去过的了，那里不过就是一堆房子。就算日本人用飞机把它炸平了，孟子的树还在，老祖宗的精神还在。真的全面开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争生存。爷说得好，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争生存。我这次回去就收拾行李。我和衍圣公商量过了，万一到了走不成的地步，也绝不给日本人做事。老祖宗教我杀身成仁，这个人是要拿性命换的，不是用嘴说的。记住了。爷，我这里有一件小东西，送给你。我在南京就听说，孟家的军火生意做不下去，银行里贷不到款。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私产，留着没用，看看能不能帮上。爷的钱我不能收，我自己的困难自己想办法。长者赐，不敢辞啊。刚才进香的时候，我在想，像你爹这样的人，他们应该知道，做大烟的生意风险更小，能以平民之身谋国家大利，这是值得孟家骄傲的事。爷，有时候我看到政府这个样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这次来，还负有一个特殊的使命。政府让我和你谈一谈，万一日本人进攻上海，你打算怎么做？做什么都行，但绝对不能做汉奸卖国贼。那军工厂呢？拿不走就炸了。我就是可惜了孟家2代攒的好东西。您说要真打起仗来，
各国境卖武器给我们，我们该怎么办？那你的看法？我想把工厂拆零搬到武汉去。孟家军工厂在武汉还有一个分支，是祖父最早做汉阳造的地方。这些都是国家的工业命脉，我们做子孙的能留一分是一分。我代表全体国民谢你。不敢。来之前，他们说你已经沉沦了，今天一见，真是大快人心呐！我即刻就回山东，将来有时间，咱们再见面。爷，您这就要走啊？咱们就不要客套了。孟家唯有你这样的子弟，足可以告慰先祖。记住，当留留不住，坚决炸裂，不给日本人留下一草一，保存我孟家2000年的不堕之气节。记住了。冯士官的钱还是要还回去的，他替中央做说客，只要他轻轻松松的一句，军工厂就会被炸了。上海遍地租界，跟东北不同，得不到这些西洋国家的支持，单叫日本人不敢开战。日本军舰都开到黄浦江上了，西方国家人支持，都去见老孟先生吧。结果怎么样，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军工厂2代人辛辛苦苦把所有的资源都拿出来，才做成今天这个局面。继续交给谁，我都痛心。把厂子拆了，仪器都拆了，运到武汉，汉阳那个小兵工厂合并。不管你要搬，你要炸，有一件事情，我看你还没有想清楚。能够维持跟日本人今天的平衡，是因为军工厂停工了。你要把机器运出去，这个平衡就不能维持，日本人就马上打我们。早晚都是死，还在乎快慢吗？你以为凭孟家的军工厂就能支持整个战争的武器库存吗？有自己的兵工厂总比没有强，能造一杆枪是一杆。对公，二姐，您怎么看？听孟先生。哪个姓肖啊？我姓肖。枪带来了吗？钱呢？嚯！马来西亚的小黄鱼啊，纯度够吗？少啰嗦，开枪！
2把炉子，2把左轮。看好了，左轮上的黄油还没擦呢。放心，4支枪都没有登记。兄弟，外乡来的吧？是不是当地遭了灾出来逃难的？好生活不容易啊！我跟你说啊，好得很。这个枪，美国警察用的，不卡壳，后坐力小，啪一枪打你屁眼上，哎呦！人家还以为你得了痔疮呢。要是打你一枪，你肯定喜欢嘛。等着。够意思吧？500发子弹，算是我赠送的。怎么样？不过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年头，要是在街上去抢劫，根本用不着子弹，你把枪往那有钱人后腰眼上一顶，当时就吓尿了，胆儿小啊！等着。这是我的最爱。猜多少发子弹？200发，一口气儿200发，你知道有多爽吗？但是有一样，这枪就一个毛病，子弹太贵，像你们这种贱命还抵不上这1颗子弹，所以买这个枪要慎重。还有这个，刚偷来的，2000块钱，怎么样？一起都全拿走。想不想见识见识这个？啊，来，让你摸一把。你刚刚是谁民警？你啊！我。好了，打死你个傻！我告诉你，我们就是专抢东西了。今天晚上这枪跟车都是我们。走。今天没有玩2把啊？你怎么又被打了？我老被打是吧？哎，你想见我，也不用把自己打成这样。我也不想啊，遇见流氓了。成天打打杀杀的，也不让人省心。我也早不想干了。少来这套，你呀，离开这些事儿就活不了了吧？我刚好，你可别招我。
喂，哦，在。卢探长，电话。哎，好，等我。我还得出去打一架。进去5个，好像有看门的。要问话吗？不用，都是畜生，一个不留，全杀光。开枪啊！不，开枪啊！走，您在哪？上班人，谁先说，我不杀谁。我先说，我先说，我说，那人就在那个墙后边，我一根汗毛都没动，一根都没动。哎，你可说了不杀我的。我说过吗？你是说了。我说过吗？你真说了，你不就问他？我说过吗？你看我这个脑子，那。他都说了不杀我了。我没答应。打电话吧，就说人找到了。别怕，孩子。罗大探长。秦先生，你有事找我？装他妈什么糊涂？谁的人你都敢杀呀？啊？秦先生，这件事儿我也跟您说过很多次了。最近失踪的人多，收了钱撕票的事儿也多。我不能不插手，这也是我们上面安排下来的公事。公事？干你娘的！老子赚钱才是公事。平时给你钱你没拿吗？嗯，在我这装好人，怎么心疼了？这种男人有什么好？他对你好，有我对你好一半吗？多好的媳妇儿！
都当交际花了，你怎么就不要啊？我告诉你，刘老，这件事儿咱俩没完。秦先生，事儿是我做的，做也做了，不过我也是例行公事。我今天来就一样事儿，得跟您说清楚。这是我的搭档，我也把他带来了。这件事情，您要是愿打愿罚，都冲着我来，跟他没任何关系，您也别连累其他人。好，这样，回吧。你在干什么？办案子。我给你钱，你赶紧带着孩子买2张船票走吧，他不会放过你的。那又怎么样？你傻呀你！他手底下绑的人，你就这样冲进去开枪，你不想活了，孩子还想活呢。他要动我的手，孩子就交给你了。我有点累了。你要干什么？你……王球，王球。太总，哎，醒了醒了，爹他醒了，我去接水去。姓罗的，你不仁我不义，将来要是不服气，到阎王爷那儿说去。我让你知道知道，坏了别人的好事的下场。我是真想杀了。可宝珠没少替你求情，这么大一交际花求我，我好歹给他几分面子吧，对不对？所以我决定把你扔大海里活活淹死，这样给你留个全尸啊。王球呢？谁？我说过，我一个人承担。你刚才说的是你儿子吧？我替你把他处理了。你干了我5个兄弟，我摔死他1个，你赚了啊！哎，我的老虎鱼呢，爹？你怎么也睡着了呀？哎，醒了。哎，爹，我的老虎鱼呢？这上哪儿去了呀？他？白天累一天，遇上那么没良心的王八蛋。是晚上碰到的。我当然知道是晚上，用你提醒。里面一点光线都没有，我哪分辨得出来？
你怎么不说话啊？我说什么呀？你跟吃了枪药似的。你看着吧，下次他要再给打成个血筛子、血漏斗，我还理他？我一脚就把他踹出去！你怎么又成这样了？怎么回事？我去给你打盆水。你是把我这儿当成医院了吗？打成血葫芦你再来，你自己想死你就去，你也不想想我，真自私。毛球死了，他们把毛球给杀了。就因为我救了2个孩子，我想他们最多打我一顿，就算杀了我也解脱了。可没想到他们拿孩子下手。我来是想跟你说，可能他们还会来找你麻烦。拿着，这是我的存折，还有我的地址。如果明天回不来，你就到理查饭店去找宝珠，请他帮忙，把我的尸体要回来。你把我烧了，骨灰埋到老家去。你哪儿都不许去！你回来！你可想好了？你可以不用去。他们针对的是我，你没必要冒险。我们是兄弟。国基，哎，老虎哥，昨天晚上我爹骂了我一晚上，他在找你呢。我也在找你啊。你也在找我？找我干什么？你玩个游戏吧。玩游戏？好啊，好啊，好啊。把眼睛闭上。国基，对不起了。站住！干什么的？找秦先生。秦先生有客人，不让进。把这个给他，就让我进来。秦先生，有人让我把帽子给您。人呢？
枪放下！把枪放下！提过来！提过来！我儿子在哪儿？我儿子在哪儿？告诉我，和你一样，我把他杀了。你把他杀了，那你也去陪他吧。我对不起孩子。你快走吧，孩子没死，在屋里。王球。白川大将侵占乌松口海军基地，号外！爹，娘，一入7月，天像拧出水来一样，
大家都说快打仗了，买碗粥亦要20元。还有很多人说上海有租界，打不起来。近日在街上买了一份地图，想看看家乡在哪里，发现真是好近啊！上海和宁波只有1颗米粒的距离，我却只能隔着海看。我来到上海变了很多，跟上一次相比，觉得上海是我另一个家。他们说我说话也变了，我想是长大了吧。百乐门的活儿挣的虽然不多，一天站下来腿也会肿。有时候想想，回家做小姐和站在这里卖烟，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可我想要什么，自己也不知道。起来！坐下。坐下。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教生化武器的老师，他是日本人。他说，生化武器的作用在于对细菌的使用。有一天，他抓起一把泥土，他说这里面有4万万细菌，就像是中国人。我很生气，我告诉他这里面有1万万细菌，就像是日本人。他把我轰出去了。事后他找到我，说那4万万是一群散沙，你拿出的那一块是一块石头，这才是中国最大的忧患。虽然我很生气，但是我同意他的观点。我们要的是这个。孟先生说了，不用开除人。是。听说孟先生要保罗老虎，让巡捕房的人不让我们见他。有这事儿？这件事还轮不到你孟先生管吧？这人我要定了，孟家欠他一个人情。来，现在就去把罗探长接来。是。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就离开上海。谢谢孟先生。你为什么这么做？我以为找死能更痛快一些。死不是最好的解脱。这个烂地方，死比活着容易多了。
你不该这么想。知道吗？这得怪你，因为我。你刚来的时候，我听别人说你跟别人不一样，我以为这个不一样是好事儿，是个希望。人真的不能有希望。你跟他们没什么不一样。毛球，毛球，哎，小心点。你们怎么来了？是孟先生把我从饭店接来的。刚才有一帮人凶巴巴的，不让我们过来，挺吓人的。晚上跟我们一起上船吗？我哪儿也不想去，我还有很多事。你还有什么事？整天做交际花陪那些烂人。我们不是夫妻了，可以不吵架吗？那些烂人不是还没有被你杀光吗？他们肯花钱，让我陪着他们。到了地方给我写封信，我好知道往哪里给你寄钱。坐，老婆。你曾经说过要去我的军工厂当一名工人，这话还有效吗？当然。这是我跟张小姐连夜做的蛋糕，留着给毛球吃。谢谢。其实我们昨晚上做的都糊了，只是刚才来的路上买的，骗你。谢谢。你除了会说谢谢，还能说点别的吗？谢谢你。咱们武汉见。你要让我去？你要愿意的话，我等你。苏佩的洋装啊，我仔细想过了，她如果要穿红色的，也不能是大红的，得要有一点点黑，就跟那个玫瑰花瓣边缘的那个颜色。我们还要到老恒祥啊订一双粉红色的鸡皮鞋。这鞋的事儿啊，我可想了好几天了，陈先生，
你说要是穿黑鞋呢，这收是收住了，太干脆了。要是比那衣服颜色稍微浅一点呢，就有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了。而且呀，你还真下功夫。所有的不管多少，我来包开销。你呀，就费脑子把事儿讲好就行。怎么能这么说呢？好像我们孟家开销不了啊。反正呢，要办得隆重体面，要配陈小姐的身份啊，你说是不是？哎呀，那真让二姐费心了。九公啊，你上次算的什么日子最好啊？龙华寺住持说，8月26最好。可我问英租界的活神仙小张三，他说5月21号好。好，孟先生，你觉得呢？我觉得都挺好。那就都用。借2回啊？2回有什么不可以啊？这个苏佩呀是基督徒，他是跟他娘学的，不像我呀只拜关老爷。咱们呢在教堂办一回，第2次，也就是8月，在孟府再踏踏实实的办。我又不是基督徒。怎么，你就去站一下不行啊？都别着急，这事儿好商量的。哎呀，这没什么可商量的，你就去那儿站一下，让那个洋鬼子念上半天，你愿意不？你说愿意，再问他，他也说个愿意，戒指一戴，完了。孟家是有祖训的。陈先生啊，你们家小姐是嫁给圣贤之后啊，让孟府的人走到洋人的教堂，不行的。哎呀，这都2000多年了，行了。反正啊，不去教堂，苏菲那儿我交代不过去。这边是上帝，这边是祖，你让我怎么办呢？真是的，这可真难了哈。其实啊，是可以变通的，是不是？没法变通。不能变通是什么意思啊？我看这样好吧。那天不去教堂，不请任何人，就把那个杨牧师请到家里来，在花园搭个台，让他念他的，戒指一交换，那礼不就成了吗？非要到洋教堂去才能见上帝吗？我们中国人说啊，心动神知，是吗？这就对了，我觉得这样太好了，我们着手准备吧。就这么定了。那就好，陈先生，再喝上一杯啊，还有很多事儿要做。榔头哥，谁派你来的？我是来投奔的。你会什么呀？好。老大，别动！没事吧？别动！别动！别管我！别管我！看看他死了没有？我问他，一共来了几个人？我说。来的还真不少啊！快扶老大去医院。
孟先生，有几句话，我要当面向你请教一下。我听说，今天就是榔头的末日。榔头得罪了红帮，又不依照日本人的指示跟孟家作对，红帮一出手，没人敢救。这件事你不必再讲。我明白你的态度了。九公，你再去打听打听榔头的消息。小心点儿。你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啊？没事。要不要我给你打个电话叫个大夫啊？不用，子弹很小，没有打中要害。你能帮一个忙吗？你说。一会儿我想跟你爹谈一下，可能会要委屈你。苏佩，苏佩，爹，闺女，你没事吧？爹，把门关上。没事儿啊，有事没事我说了算。坐下。你受伤了？我给你叫大夫去。我伤得很轻。你要是敢把同伙招来，受伤的就是。好，听你的啊！我不去找医生。今天袭击我的人是谁？我怎么知道啊？榔头，你像个男人行不行？我在这坐着，你放他走。有什么冲我来，我知道的都告诉你，行不行？不好。当着他的面儿，你不敢撒谎。今天袭击我的是什么人？红帮。他们商量着要铲除你。他们知道我有日本人撑腰，他们也敢？那就是说，石原小鬼同意了。是。为什么？日本人觉得你对付孟文禄这个问题上让他们很失望。失望？老子在前面拼命，他们很失望。日本小鬼子算得了什么呀？这些牢骚你别冲我发，你该问的都问了吧？还没完呢。小日本想怎么对付孟家？这我怎么知道？你应该去问石原呢。老程，你干什么？我在问你呢。利用两下联姻，你还
儿有个女儿，老子就是烂命一条。要我对付孟家，小日本那么多人，那么多枪不去，要老子在前面拼命，我看他们是被你给挑的吧？老头啊，你该问的都问了，也该走了吧？最后给你一个忠告：天亮前离开上海。你不想明天在大街上被乱枪打死？爹，你别让他走了！你胡说什么呢？我是让他留下来！胡说八道！你在这儿抖什么威风啊？就算明天我死了，我一个人来，一个人去，不像你躲在背后当好人，拿自己的女儿当诱饵。这不用你操心。你娘当年也是诱饵。闭嘴！别提我娘。孟家每个人都知道你是孽种。再给我说一遍。爹，你别说了。好啊，我看你敢开枪。现在没人帮你。孟家信不过的奴才，谁都信不过。我从来没给人当过奴才。不要了，老头，走不要！你他娘的玩真的啊！我就是跟你爹开个小玩笑。爹，你没上吧？冷静点啊！别激动，别激动。昨天红帮袭击了我听说是你授意。授意谈不上。我们继续派人告诉红帮，如果他们要我动手的话，日本方面不会庇护你。为什么？让你去干掉孟文乐，让你去抢夺孟家的家产，你什么都没做。我们在你身上的投资很失败，情报部门认为你根本达不到我们的期望。再让我发现你在背后捣我的鬼，
子弹是不会留情面的。我比他们都重要，你根本就不明白。你让我把仇报了，我可以为你做枪。我年轻的时候，在16铺闯天下，那个时候还没有上海呢。后来在闸北那边住了一些人，再后来，租界来了，要吃饭的人多了，哪儿有人哪儿就有江湖，大家都想吃口饭，江湖就不能没有规矩。是啊，我杀李先生，日本人的意思。现在红帮要杀我，我无话可说。可是有一样，我不愿意死在大街上。你让我在关老爷面前烧的香，死了也得给我一个说法吧。我已经不过问红帮里的事情了。这次，要不是孟先生说杀你的人要给他通个信儿，我恐怕都不会见你的。不用他来做好人吧？他就是想看看我怎么被你们搞死。既然这件事儿你不管，那我也就无话可说了。看在您引荐我入帮的份上，给你30秒的时间。生死由天吧。